今天我会以对话的形式讲到两个日常生活里的表达方式。一般什么什么，动词加名词，然后加的字。我们先来看一个聊天的话题，我来问，你来回答。你一般刷几次牙？你一般刷几次牙？意思就是你每天刷几次牙，或者是你的刷牙习惯是什么？这两个句子没有任何不对，只是感觉不够生活化。你一般刷几次牙？一般就是通常的意思。你一般刷几次牙？也可以问你一般几点睡？你一般几点睡？你一般早上吃什么？你一般早上吃什么？如果是我要回答刷牙的习惯，我会这样说：至少一天2次，早晚各1次。在午饭后，如果有条件，也会刷牙。我还有用漱口水的习惯，比如喝了咖啡或茶，就会含一会儿漱口水。漱口水。你的牙好白哦，你用的什么牙膏？你看这句话，你用的什么牙膏？的后面省略了，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你用的牙膏品牌是什么？我们在生活里面会倒过来说，你用的什么牙膏？再比如，你用的什么洗面奶？你用的什么洗面奶？再比如，你用的什么手机？你用的什么手机？苹果呀。好，把蓝牙打开，我传照片给你。你用的什么手机？苹果呀。好，把蓝牙打开，我传照片给你。比如人家问你用的是什么牙膏，沟通呀是没有正确答案的。我呢就喜欢答非所问，愿意更积极的和朋友说更多，而不是只告诉他一个牙膏的名字。那样的话，然后就没有然后啦。我觉得重点不是牙膏呢，就是认真刷牙，时间要够。有人习惯好，会耐心的慢慢刷；有人会用沙漏来辅助自己养成习惯。还有些牙刷有定时的功能，刷到了时间，它就停止震动了。让牙齿干净的是好好刷牙的习惯，刷干净牙的是牙刷，不是牙膏。接下来又到我问你啦，你用牙线吗？你用牙线吗？我们通常不说取决于，我们说主要看牙齿本身的情况。有些人牙齿有缝隙，没有矫正过，就很容易残留食物。生活里我不会说这取决于，我感觉取决于这个词太书面了，我会说主要看，或者是关键是。比如有人问你，你敷面膜吗？你敷面膜吗？主要看有没有时间吧。主要看
有没有时间吧。还有，关键是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关键是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如果你练习造句，说这取决于你相不相信广告宣传的效果，这样说语法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感觉有点像书里面冒出来的话。如果在生活里和朋友聊这句话，我就会说，主要看你信不信广告了。主要看你信不信广告了。关键是那些广告很难不信啊。关键是那些广告很难不信啊。相信就是信。有些动词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只说一个字，信。你信不信广告？讲一句有关牙的寒暄用语，牙口，牙口，牙口，意思是牙和胃口。牙和胃口好不好？胃口呢，意思就是食欲。尤其是和长辈一起吃饭，好久不见他了，寒暄闲聊的时候也会问，您最近牙口好吗？您最近牙口好吗？通常和长辈说话的时候要用敬称，您最近牙口好吗？他们可能会说还行，还可以，挺好的。这几个回答方式意思是差不多的。接下来说一个指代的用法，比如在洗澡，洗头的没了，帮我拿一瓶好吗？称作洗头的，这个是生活里面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因为它可以有很多个名字，比如洗发水的牌子，还有洗发水或者是洗发露。为了要对方更准确的知道，就说它是用来做什么的。洗头的。还有一个情况会这样用，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单词，它用中文怎么说，就可以这样表达。动词加名词，然后加的字。我在生活里面也会这样用，因为有的东西就是比较宽泛，因为可以用来洗澡的东西很多，比如香皂、沐浴露、浴盐。无论你买什么，达到用来洗澡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。洗澡的，洗头的。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澡堂子。浴室在中国也被称作澡堂子。民间的澡堂子在北宋的时候就有了，因为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画着澡堂子，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证据。在古代，澡堂子是用砖垒起来的，在池子的后面有一个大锅炉，加热后的水就会流到池子里面来，泡澡的水一直都是热的。从清朝的时候开始，就出现了专门搓澡的师傅，比如敲背、搓泥。澡堂子还有社交属性，几个朋友吃完饭，一起去泡几个小时的澡，可以在澡堂子里面谈生意或者闲聊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如果来中国玩，可以去体验一下，尤其是
东北地区的澡堂子，特别有意思。可以问你的中国朋友，带我去澡堂子吧，带我去澡堂子吧，我们去澡堂子吧，我们去澡堂子吧。说不定他会瞪大眼睛问你，澡堂子你都知道？澡堂子你都知道？好，今天我们讲的几个词，你一般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回答的时候就说主要看什么什么什么，关键是什么什么，后面呢就接自己的想法。主要看，关键是。遇到长辈可以问，您牙口好吗？您牙口好吗？还有动词加名词，然后加的，可以用来指代一些物品。洗头的，洗澡的。好，下期我们聊生日，拜拜。